一旦有干活累活我就上的人。那么不好意思，告诉你个坏消息，你被所有的领导或者你的同事打的标签，你就是干苦力那个人，你会一直这么做下去，打个反差嘛？对，你就是当你打了反差以后，这就是你的特色。对，当有一天你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到了这个，就举个例子，你现在不是主美，以后你可以当主美。等你当了主美的时候，别忘了今天有些内容，那个时候你有能力，你有机会，同时你有责任把这样的东西带进去。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棒，这就是一种传承的精神。今天早上石油的提交，石油是第1组，我发在群里边了，你看一眼。我是还真快。我是拿石油来炸导弹的。你又开始刺激了。因为我知道导弹组特逗，导弹组我炸过他们几次，然后就说啊石油吃好的东西，然后导弹组就存天就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没说那个话哈，导弹组可能在憋大招。是吗？但是你看石油的东西，而且石油出一些东西的时候，在这个星期里边，我是发给大群的，所以我很好奇之后导弹会发什么东西出来。你看石油，光看石油的东西，然后你去 imagine 一下导弹。你每天最开心的点就是，哎，我又刺激出啥了，对吗？就是你的小心思在那里。你就是变着法的刺激。哇哦，你数数。Oh my god， 还没完呢。还有。天哪！还有多少？数一数。可以这么看。哎呦，怎么数啊？这个？这么数：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这所以是变成一个数学课了吗？咱们这么大的量，我们几周了已经？我们这个8周，8周就出了40多章了。好吧，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要把前浪拍在沙滩上吗？你40多章不是设计，你毕竟前8周都是调研的部分。你看他的第一功是这个，其实是给微博做准备的。这一季有一个好的一个环节，这个是申哥建议的，然后后来我们做了调整，就是你每过一个周期以后你要做一个总结。这个是以前都没有做过的。以前的问题就是说，你可能到最后的时候才会看到你的效果。那你是马拉松，就很累，对吧？就是你跑不到终点之前，你看不到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对，你要一点小小的曙光在前面，散发它的光芒。就是里程碑嘛，就是你 milestone， 对吧？对。然后我们现在做一个 milestone， 然后这样的话你可以做一个总结。所以等于说这次提交是8周的总结。这是因为第7周、第6周的时候，申哥说应该做一个总结，然后我们就实时的调整这个课的内容。那么这8周里边，其实大部分都是各类的调研和相关的准备。你比如说像石油，它的这个，你看它这里边，他们是做了 demo 的。我很期待看这个3D 的东西。对啊，它已经有3D 了，它已经有，你看这是它的场景，这是它场景的一部分，还有 Matrix，就已经做了，而且他们是还有物件拆分，都有。它其实在这8周里边就已经把之后1年的东西都在脑子里排了一下。你就有一个大的方向，你就知道说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游戏，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玩法，有多少个区域。所以你前期的8周是做调研、做规划，然后做准备。然后这里边的准备不光是它有技术上的准备。你像这个队当时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决定了这个游戏怎么玩以后，他做了一个技术上的一个 research， 就这个人如果要是到了这个房子里边，他那个墙应该是隐藏的，他的房顶应该是隐藏的。所以现在他们的 demo 里边有，你走进这个加油站以后，你可以看到室内，你走出去以后，你可以看到室外。它有这个切换，这个在虚幻里边是已经做到的，所以他们有这个 demo。OK， cool。然后包括像这种风格，这是就是他们自己做的，这是他8周之内已经有 art sample， 他有一个 vertical slice， 他知道技术上我可以做到，然后美术上我可以做到，
就是验证了很多小的环节了。对，他就是当时我觉得他们有可能在做的过程中被卡住的点，不管是美术的点还是技术的点，在前期做准备的这个环节里边，你要把它打通。所以你是很有意识的在把关所有的这一些可能会遇到的卡壳的点。对，不然的话，你如果没有计划，你就开始做一个任务，你对这个东西本身不了解，你对自己也不了解。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时候在工作当中，它的难点就是自己的 capability。你今天接到一个任务，我这个东西接得下来接不下来，我接不下来怎么办？报班。他就认为说，我的能力就是学来的，我的知识储备就是学来的，这个东西我要是不会，我就要去学这个东西。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制定了这么一个，你就是不会，你一上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然后我们想到这些技术难点的时候，就一个一个攻克。他们特到每一次他们开会的时候，我都在开车。你给我好好开车啊！你每次在圈的时候都在开车，然后我就记得，因为我是这样的，我开车的时候我不会跟他们说话，我会就是放功放，然后我就开我的车。然后孩子们就听着你在不，他们不在车里是白天的时候，我出去的时候开。然后我就记得那一次就是说，这个镜头，可能他们就说这个镜头应该怎么办啊，还是什么？他们讨论到一个点，我认为他们不应该再讨论了，就是他们开始浪费时间了。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说话，我就说这个任务搁置，你们不用管。你在扮演一个 senior PM 的角色，因为开会的时候，一旦你 off track 了，实际上比较资深的 PM 他会有这种权利去打断你，说我们的会议今天讨论的不是这个，而且这个你再讨论，比如说20分钟、30分钟，你也出不了结果。所以如果我们要讨论这个，我会另外敲一个 meeting，schedule 一个，我们再来就是 focus on that subject。对，我当时做的就是那个，而且我都没有说我再开一个会，我就直接说这个东西你们不用管了，我做调研，我找得到。然后我停下车，我到了那儿以后停下车，5分钟之内，我只给他找了四个 tutorial， 然后我就说看这个，然后看完了以后，他们选了最后一个，那个时候就开始技术还原。然后当天就好像当天啊，还是第二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对，这个灵活性还有这个机动性很强嘛。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找方法，然后就解决了。它不像一个大的项目，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小的问题解决起来就非常的长那个流程，或者是说你要开始讨论一个东西，对，可能都不是那个问题真正本身有多么的难，而是说可能有些人一开始他就不想让你去走这个方向，他一开始就把你的这个想法给抹杀掉，因为他觉得你会可能给他的工作以后还造成更多的复杂化什么之类的。你知道有各种各样其他的理由，并不是这个问题的本身。但是你们自己小组做项目的时候，当没有了很多其他的那种复杂的上下文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对，这么一个。而且我们当时的目的就一个词，就说做得出来。我反复强调的就是，我们如果这个东西做的是游戏的话，你越早的做出来，你越早的卖，你越早的卖，你越早的数钱。到最后大家为什么是亲兄弟？就是有钱分。所以一些现在小的项目，一些indie的项目，它反而会很好，特别是像现在这样的寒冬，你大的项目、大的投资、大的团队，你运行起来，你真的就需要很多的时间，然后就要砸很多的这个资金进去。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游戏的这个产业哈，它都在面临一个转折点。我觉得是，你看那坑库不就是？不要跟我提坑库这个事情，已经变成业内的一个痛和一个黑历史。叫那个育碧那个海盗的那个游戏。哎呀，那个也是我心中的痛，请你不要再说这个了。那还有那个那什么日本的不要跟我说这个，停止。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就是咱们这一季，我蛮欣慰的，到目前为止，因为他真的做了很多，我觉得可能在工作当中是不可能完成的，他没有那种工作语境，他没有那种机会。然后，如果你的团队和你的组员搭配正确，如果我去指导，就是如果我能抓住这个点的话，我就能让他们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而且我真正享受，你刚才说的，你说我在享受一个这种刺激的点，对吧？对，我在享受那个点，我更享受的就是我刺激了。然后我刺激完了以后，他做出了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包括这种，你像这张图，他们的这种组员的，哇塞，这个厉害哦，这个我超爱。
这个其实当时我们是有几个版本，然后哇，哎呦，这写的都是好有意思。你看他这个地方，他们每一个人的右上角有一个性格，就是这个爱人组嘛，那个绝了。然后每个人底下有一个自己经常说的话，然后说我在群里边经常说的话就是笑死。而且这个都很真实，它不像有一些做的一些模拟的虚拟的东西，就是说他可能写字他都没写，就是叉叉叉叉叉叉叉，他只是占那个空间，占那个排版而已。但是你们写的每一个小的这个什么绝杀招，有什么小的技巧，真的都是跟那个组员是100%匹配的。哎，你看就都是这种，而且它有一个，你比如说调研、模型、绘画、引擎什么的，哎，就很鲜明这个人的性格，马上你就可以，哎，你虽然都不认识他，但你马上就可以，哦，原来是这么一个人。而且这个东西是这样，我跟每个组都是这么交代的，就是你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做任务的状态，你不要说，今天我接到什么任务，然后你即将说这是我的任务。你作为一个组，你作为一个你们的项目，你毕竟是商委背景，对，你要有这个意识，把这个东西卖出去。其实我们做的所有的东西到最后都是为了推销。对，真的就是这样。如果你在这个团队当中，你比如说，我在一个厂里，我是一个队员，我不需要推销，错。咱们当时做过一个什么？个人风格很重要，那个问题那个回答，对，有一个点我没有在那个里边说，因为当时没有那个契机，就说这个个人风格很重要吗？当然重要，什么时候都重要。你在一个工作当中，除非你说我就是自己，我就是不想被人注意到，不然的话你永远需要。你在投稿的时候，你在交 CV 做简历，你要跳槽的时候，你觉得只是你的作品集重要吗？你的这个人很重要。对，你在工作这个语境里边。所谓的个人风格并不是说我张扬，不是说我抢镜，但是你要让别人记住你。对，你要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属于自己的东西，对，自己的 signature。而且这种东西是说，当他在工作当中他需要的时候，他想得到你，这个是最关键的。是的，是他的工作内容为主，你是一个工具人，但是你不能做那个。我就是一个996的加班工具人，对。然后你在什么聊天群里边那组就领导来一个，你周末要加班，然后你就来一个好的，我上啊，对，那个东西不叫，对吧？你应该人家说的是我上面说我今天有一个这个任务，我想到的是小谁小谁，因为你有这个技能点，你办事我放心。对，而且如果你一旦给自己的标签打了一个我就是干苦力的那个人，就一旦有脏活累活我就上的人，那么不好意思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被所有的领导或者你的同事打的标签，你就是干苦力那个人，你会一直这么做下去。所以你一定要讨巧，这是职场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像这次提交，有些组接的就很好。就是我的 principle 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就是每个组之间的 battle。我为什么要去刺激他？就是你就是要接这个活，你就是要把自己这个组的特色整出来啊。那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你比如说他们组还没出东西。柏林组后来跟我开会，私下就说，我们组的风格就是没有风格，或者说我们组的风格就是简洁，因为柏林组是可能所有组里边最后一个开会的组，或者是倒数第2个组，但是他知道他的组员的特征、性格以及他们的技能点分布，他们玩不出这种就是天花乱坠来，他玩不出那个像石油那种一整就啊好搞笑啊什么什么的，可能大家都是比较四平八稳，像我年轻的时候，但是他就能过来跟我这么说，他就说我们组就要发挥这个特征，而且是一个就是因为别人都千姿百态，我反而是一个中间值。我觉得有这样的领悟也很棒哎。对，所以你说，就回到之前我们说那个个人风格，你这也叫风格呀？对吧？别人都是 extremity。然后我是一个 conservative， 打个反差嘛。对，你就是当你打了反差以后，这就是你的特色。对，就像我们在那个就业难知奇招，那里面也对提到过，第二个方法嘛。对，是，所以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相通的，这些概念都可以用得上。然后这样的话，你在带队的过程中，你会用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去引导他，然后你会看每一个队怎么很灵活的去反应。这个每一次，这是我真正享受的过程，就是每一次开会都是一个挑战，每一次的内容都是一个未知，
然后当你拿到这个步骤分的时候，你会自己实时的去判断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你每次这么一跟我说，我心里面就有一种画面感出来，就是热身的时候，实际上你就给每一个队或者每一个人里面，种了一个小种子。然后你不停刺激的时候，你就是每一天像用不同的魔法咒语去浇灌它。然后第二天你就看这个小种子发芽了嘛，然后长叶子了嘛。今天也许长出了一个粉色的叶子哦，跟你想的不一样。你说，你这个粉色的叶子长得好漂亮，跟我想的，我原来没有预判到这一点。但是 it's a good surprise， It's always a good surprise。就是好的惊喜，所以你再会用相应的魔法咒语再去刺激它，然后第二天，你看到，可能长了一个小仙女，而且是这样的，就是你开始的时候的预判，它就是一个预判，它不一定是对的。也许你觉得这个人在这个组里边，他会成长起来，或者说他是那个挑梁的人 ，maybe not。像这一次就是，当然并不是说其他人就不活跃，而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效果，张岩没有想到，翁建宏没有想到，这都是你带了6个月，多附带了6个月之后，那都不是。张岩是从实际开始带，实际没带出来，后边再带，然后张岩一直都在啊。这第10季是什么时候？2000，张岩应该就是他已经过了一个再继续带。就是大家已经开始玩了，已经开始参加项目的这种感觉。然后翁建宏是10季的，范丽莹是新1的，啊，这些东西都骆海亮是6季的，就8季的，啊，这些人都在一直，而且你投入，你就是一个没有反馈、不求回报的投入。就是我的状态是这样的，我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我的事情就是我把握方向，我给所有人，你这个激励也罢呀，指导也罢呀，然后我不在乎谁做得出来，但是我知道我这么做的时候，肯定会有人出来。你肯定会一个班里边会有几个人出来，然后你每一季都会有一批人出来，这样的话，它就越来越多，它就会互相影响。对，所以为什么现在要有这种我分组，我做提交，做报表？你像今天早上我一直在跟另外一个组开会，就是一个可能比较闷一些的组，一个进度可能稍微的弱一些的组。然后你怎么刺激的？我就没有再刺激，因为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这个其实问的非常好，并不是所有的时候你的手法都是刺激，刺激有刺激的用法。那有时候呢，是安抚吗？有些时候就是直接照做了。当这个组，当这个卡点，当他们没有一个 vision，当他们自己不能够做出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 reference， 就是说这个组是这么做的。所以当石油他们发完了以后，石油发之前他就来找我开会，然后我就说你等着，等我回家。当时我在外边，我说等我回家以后，我把石油的东西发出来。当这个东西更加具象的变成了一个榜样，或者是做了一个标准，那有一批人就说 OK， 那我明白了，对，你想让我做这些东西。是的，不是所有人都说咱们做一个方向，我说一个方向，很多人就有想法。有些人他就不是一个，他就是一个具象的，他就要落地，他就要说你就想让我做这个是吗 ？OK， 那我们做一个这个。对，而且实际上我觉得像这样的人也是需要的，就特别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对，你也不希望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有创意的，对吧？因为像有创意的人，他可能思维他是更加发散型的，你一旦真正的到了那个 production 的环节，你可能就是需要执行能力，具象落地的人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focus。我是希望在这个课上用这样的方式，让会落地的人去看看这个不落地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如果有一天需要让你有这样状态的时候，你有一个 reference， 对，该让你嗨的时候你能嗨起来，然后该让你落地的时候，该让你踏实做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做。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所谓的无边性的战士。是你不能说我是我会这个软件，我会这个流程，我会怎么样，但是你只是在同工种里边展自己的技能，或者说是这个技术能力，而最终你要想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就比如说你大厂说我是多少级，等你到了多高的级的时候，尤其是画画的人，你13级，你画画你能画成啥样？你能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对特别资深的要求，它不是一个对你画面的要求，就是说白了，你的画面你还能画到怎么样惊天动地泣鬼神，就不可能了，你就一定要把这个项目给做出来。
你怎么利用你的经验，还有你对美术的理解，还有各个流程的理解，去推进这个项目，去提升你周边的人，让自己一起打一场打群架，你知道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当别人需要你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接得下来。对，所以我觉得，像我现在去扮演这些角色，本身就是一个，我不能算是升华吧。你看我以前扮演的，我员工，我做 character 的时候，员工这个角色我扮演过了，主美这个我扮演过了，对吧？然后公司主管这个职位我做过了，然后教学我做过了，对吧？然后那个能带班，让他带一个班，让这个班出东西，这个我们做到了。老实际的时候我们做到了。是的。那现在我扮演的角色就是我在讲这种所谓课程的东西，我越讲越少。然后我在带队的时候，我把这些东西给它安插进去。对，这样的话，就是你也知道为什么，如果我是一个工作语境，我也知道为什么我每天做的是996，我的996真的是有用的996，是我需要这个时间把这个步骤做出来，得到这个效果，而不是说我这个996就是耗时间，就是因为企业文化我不能走。对，因为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学生，他们面对的还是职场，对，还是以后工作的一个语境，还是各种不同的复杂的关系，还有不同需求，你要怎么样去处理。所以我觉得教美术的理论知识，当然这是必要的，但是它不是特别关键，能让你出彩的这么一个点。特别是我们有很多学生，他们可能是刚毕业或者将要毕业，他没有经过这种真正职场的洗礼，那你给他们建设了一个这么一个虚拟的项目的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去提前就窥探到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的，我怎么样去准备自己的心态。而且等他真正步入职场的时候，以后有可能不是这个样子，应该是这个样子，但他不是。对，今天白天我在开某个组的会的时候，我还在跟他说，就是说，当有一天你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到了这个，就举个例子，你现在不是主美，以后你可以当主美。等你当了主美的时候，别忘了今天有些内容，那个时候你有能力，你有机会，同时你有责任把这样的东西带进去。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棒，实际上就是一种传承的精神。我们把我们原来的工作经验里面学到原来特别就是有效的流程，还有正面积极的工作方式，把它给传承下去，就告诉新人，就是说 it's possible， 这些事情是可能发生的，而且原来我们就真实的经历过。同意。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它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对我们两个来说，实际上传承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对，因为我们的年龄，我们的经验，已经到了一个，我觉得就好像做一个总结、一个提交一样。其实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东西放到这个 CGPP program 里边，本身就是一个提交。它就是一个我会这些东西，我怎么把这个东西用上？同意。这么一个效果。那说到总结跟提交，你对这一次的提交，你打个多少分啊？有什么反馈想法呢？满分呢？那么严厉的强哥给满分，那是很满意。满分，虽然我不知道满分是多少分，我觉得他们这次的提交，不管是在美术上，是在格式上，还是更重要的团队合作上，尤其是团队合作上，他们超过了我的预判。我是不给满分的，就我觉得技术分你不给满分。我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 surprise me 和 impress me 这两个东西都做到了，我觉得就是一个满分，这里面没有任何丢分的东西。而且我觉得，毕竟我也是这个组的一部分，我是每一个组的一部分，我对我在这个组里边的工作内容和收获，打分，我打满分，我很高兴。我觉得作为一个组，他们的效果也很好，所以这个东西我打满分。好的，那看看下一次他们的多少分？你看，咱们可以看石油组，这是石油组，咱们可以看导弹组。刺激的怎么样？对。没有让他们刺激，是安抚了，然后给了具象的这个指令了，看他们看怎么样。OK。